这集我会一次穿过阿尔巴尼亚的首都以及蒙特内哥罗的首都。阿尔巴尼亚听说要疯一点。清枪 your ass, bro。阿尔巴尼亚在球衣，他们会不会再给我清枪？Albania do the eagle thing。耶！是以前曾经的碉堡，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随时都在空袭警报，那声音真的是很紧张。蒙特内哥罗的广场，也就是市中心。天哪，这国家也太小了吧！非常安静的城市。所以 Boston ilegal。Boston， 所以 gangster。走一走就到了溪边，看到溪流就开心，非常的漂亮哎，上我前几名哦。耶！哇！等下，不就大家早安，不对，大家晚安。环游世界第253天，今天这集比较特别，我会一次穿过双国的首都。首先到了曾经欧洲版的北韩阿尔巴尼亚，再到俗称懒人国的蒙特内哥罗尔。前者呢是一个满地碉堡、非常强悍的一个生存家，那后者呢是一个遍地美景的丘盖，然后非常的低调，不惹事，因为毕竟巴干半岛俗称欧洲火药库。反正这两个国家都蛮有特色的，虽然他们彼此是邻国，但文化上却有极大的差异。这趟跨越双国之旅，我遇到什么神奇的事呢？今天要搭巴士去，然后阿尔巴尼亚听说很精彩，就是比较疯一点。OK， 现在要去 Let's go。这两趟跨国的巴士之旅，总长约415公里，耗时9个小时，就像是从基隆一路大客运冲到垦丁。这对我来说9小时已经是小 case 了啦。一路上，这巴士会穿越过像是加强版的苏花公路的巴尔干的山脉，整个过程非常的美丽。我真觉得巴尔干是个被低估的旅游陷阱。上次看到这种大景是在西藏，哇！ OK， 现在刚抵达阿尔巴尼亚。King Charlie your ass, bro！ 这些小朋友真的是很歧视。那跟我清枪胸看起来就不像。这种带一棍，看起来就是有点舒适设计感的房子。这巴士竟然有1、2、3节，第一次看到有3节的。然后这水池呢，要喷不喷的，蛮可爱的。我站在公园坐着。 感觉蒂拉纳跟科索沃差很多哎，就他们的建筑物还是比较有些年纪的。这是他们市中心哎，市中心怎么感觉有点感性？他们的市中心也有点感性，他们连红绿灯都有一个阿尔巴尼亚 Eagle 哎，很可爱。这是我的饭店，饭店好像在这里上面是啊。然后阿尔巴尼亚的房价我查了一遍都不是很便宜，好像也都比较偏普通，所以不要期待太高。 Well, so 4 hours here. Okay, number 10. Okay, thank you. 好，那在阿尔巴尼亚，我听说他们人比较 tough 一点，所以我为了融入他们，我有一支新招。我不知道有没有用。阿尔巴尼亚人最爱的球衣，他们会不会再给我清枪？ Eagle，OK， 我现在直接变阿尔巴尼亚人。现在时间1点半，先去喝杯咖啡吧。我觉得今天想要走一些比较自然跟 chill 的行程。然后你看这边整个真的很感性哎，阿尔巴尼亚也是个感性国家。为什么我家外面这么多鸟啊？这边鸟房子，然后这是巨型鸽子哎。 Yo, you're so big, you know that. Albania, Eagle, do the eagle thing. Yeah. 我刚刚一拉开了之后，他们瞬间，果然啊，还是要穿他们衣服有用，不然可能经过就被清枪歧视啊，也不一定啊。 我现在就在这个咖啡厅简单坐着一下，然后吃东西，喝杯咖啡，然后这边是他们的徒步区，虽然很多车子。
跟你讲，超过来全程我没看到半个人穿球衣，为什么只有我在穿？他们不是很喜欢踢足球吗？有阿尔巴尼亚人，有没有看影片的？为什么只有我在穿球衣？在那边，没反应。Brown sugar。然后你看他们用剩的就把它放回去，所以我也给它放回去，不要浪费。这边的费用呢，总共120块 lakh， 露天的美式算还 OK。有这边还是蛮现代化的感觉，他们有高级住宅在上面。OK， 我们继续往下走去市中心吧，也就是我刚刚下车的地方。有一个蛮可爱的装置艺术，但搭配背景的话有点凌乱。不过也不错了。再来到阿尔巴尼亚的市中心，也就是大广场。然后这是个盆地，后面呢也有山。我快速介绍一下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的故事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欧洲的边缘人，从极度自闭翻身变成奋斗青年的一个励志故事。想象一下，你有个邻居，他总是觉得全世界都要害他，所以把自己关起来，在全国疯狂盖了17万个碉堡。你开车经过的时候，他们一大堆，所以被称为欧洲的北韩。在过去同步独裁的统治下，这里曾是欧洲最穷、最神秘、没有人能够进出的境地。直到1990年，这个自闭时代终于结束了。阿尔巴尼亚决定换个活法，它不止在2009年加入北约，现在更成了欧洲 CP 值最高的度假天堂之一。那些曾经充满监视，连空气都会让人窒息的灰色地带，现在不仅彻底打开大门，努力拼光光。曾经让人恐惧的广场，现在全是喝咖啡、聊天的年轻人。这反差真的会大到让你怀疑人生。如果你有听到这段历史的话，现在他们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入欧盟，只要符合欧盟条件，慢慢一点点达到，基本上经济水平也会慢慢提高。那相对的也会西化的比较多一点，后面整个都是环山，非常非常漂亮。你看这边都有山脉，然后山的顶端都有一些小小的雪基。虽然在这边人口外移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你查那数据，你就看得出来，每年人口都在减少。很大部分除了出生率并不高以外，另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甚至整个巴尔干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一堆人都去德国工作，德国是首要的，然后再来是其他欧洲的地方。所以你在巴士站很常看到直达德国的巴士，德国基本上就是欧洲老大哥啊。再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museum， 就在这个里面，然后它是 Bunker Art， 哇，那应该还有这些瞭望塔，是以前曾经的碉堡，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你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在共产党底下被逮捕，甚至被拷问、处决、监禁的人，有些是军人，有些是老师。这边就有点像德国的犹太人纪念碑。这个其实不是只有防空洞哦，这边它是防河的掩体，所以这全部都是混凝土，这么高。我们刚刚下来至少有个6公尺吧。我靠 ！Hello， 你说？我靠！恐怖政治下的一个掩体。哇，看这些灯都很有那个战争的味道，而且瞬间感觉很可怕。你有没有听到空袭警报？上一次听到是在巴勒斯坦。这件衣服很有趣的是，因为当时实行恐怖政治，所以他们就用这件衣服，目的就是为了来训练狗。训练狗目的呢，就是如果有任何阿尔巴尼亚人离开阿尔巴尼亚 without permission， 就会被追杀，就像现在北韩那种感觉。这些狗专门在追杀绕跑的人。你看这个防河洞多夸张啊！你看这个超级厚的，干这也超恐怖的啊！然后这是门。全部都是混凝土门呢，好可怕！他们为什么要活得这么可怕？我不懂。干这啥小？不敢一个人在这边。超恐！哦，当时的电报通话，不同的房间接不同的线。空袭警报，把第3部队移到第4棚区，随时都在空袭警报，那声音真的是。很紧张。好，那现在就来到他们的厕所，我们来看一下吧。OK， 厕所非常的厕所，没有什么特别。看直接顶到了，我天哪！这什么厕所啊？完全不给你大便用。这个水打开来，都是散射的。哇，然后这是示范一个人躺在这，这是一个被拷问后的监狱，就是拷问后，然后把人丢在这边睡觉。
你看他们还有手印，然后这些都是不同人的 file， 写着 name，different name，different name。1974， 这个托迪 Ruben J， 他在哪里被审问的呢？给大家看，在这边。Oh my god！ 一个人就在旁边打字，然后在那边审问。来，告诉我为什么家里有英国的杂志？我没有，是别人给我的。就是想要造反。那要进入 decontamination， 它就是一个，万一你有 nuclear waste 在身上的话，你要进来这边做处理。哇哦，然后应该有3道门，是第1道，然后第2道。然后每一道门呢，你看都是一个混凝土制的。然后在第3道门进来之后，把这边下烂呢。What the fuck is this place？ 傻小，看孔烂了，我走。对，然后看这是水桶，这是第2个哦，对啊 ，decontamination 这边，你看它上面有洗，可以把身上的核污染洗掉。超屌的。那这边呢，我最喜欢这句 ：Today more than ever, it is necessary that young people know and understand it is the only way to hope that unspeakable horror is not repeated. It is the only way to get us out of the darkness. 这整个 museum 的意义就是让年轻人们可以再次了解到言论自由是一件多么珍贵的事情，然后不能再重蹈覆辙。然后再来呢，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那就是花钱环节。其实还好啦，就没什么特别的。哇，然后是另一个出口，我们看一下我们从哪里出来，跟从哪里进去。入口出在那边，然后我们出口就在这里，整个掩体都在这底下。OK， 我们了解到阿尔巴尼亚的过去是多么的恐怖的统治，然后现在他们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化，然后越来越开放，甚至在试着往欧盟的道路前进。我觉得难能可贵了，加油！然后这市中心呢，感觉出来非常的欧洲，这街道更不用讲，超级欧洲，而且蛮漂亮的。然后他们都会礼让行人的，人不错。你看他们车牌都是欧洲规格，但还不是欧洲，看还没有星星。这边的计程车呢，全部都是纯电的，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酷。你看右边一台，前面一台，在前面也一台，全部纯电。肚子有点饿。来吃个 shawarma. Is Albanian sandwich or just? Direct traditional Albania. This is Albania. Meat spinaci, vegetarian. One vegetarian, one sandwich. 我会选择马上选这家，就是因为这家全部都当地人，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我最喜欢的来这边就吃当地人的食物。然后这个才150而已，这样55块，很不错。然后还有另一个 sandwich。很好吃，像千层薄饼那种感觉，酥皮浓汤，有那酥皮浓汤的感觉。一层一层，我觉得很好吃的。而且你吃不完的话，你可以带走，因为它铝箔纸装的，这样子也55块而已。而且这个它还烤过，听一下声音。OK， 现在来到了他们的 Old Bazaar， 看起来一点都不 old， 是以前的样貌了。以前的其实也蛮好看的。哇，你看这边卖了很多当地的食材，蓝莓，还有一些 nuts， 然后他们当地人最爱吃的橄榄。黑橄榄、绿橄榄跟咖啡橄榄。OK，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有趣跟好玩的。阿尔巴尼亚杯杯，阿尔巴尼亚帽帽，蛮可爱的。然后他们当地人的乐器，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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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卖一些这种小饰品，好像就是因为观光地标化，所以卖的东西都非常观光。因为还有卖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橘肥猫哦。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在全世界都有很多跟你长一样的猫咪哦。现在没机会剪头发，把头发很长。
Yeah, this one. OK， 看我们剪完后长怎样。环游世界减法第3集阿尔巴尼亚篇。Oh, this is you? Wow, it's espresso. Yeah. Thank you. OK， 那现在剪完了。刚端音刚刚拍的很好玩，聊了很多有的没的。虽然英文不太好，那这是他们的八九 style。现在来到他们老宅，哇，看起来真的是很有味道。哇，砖块拼出来的房子，应该是全砖呢，好扯哦。好，现在晚上时间要去吃晚餐，然后因为我在观光区附近，所以感觉应该价格不会到太便宜。不过我们就走，观看当地人吃什么流。这边的夜晚也是蛮热闹的，道路交通啊、警察、治安都蛮好的。哦，我刚刚看有一间店比较多人，这样看起来都8、9在吃啊。不过他们发型好像都这样，好像是间店吧，不晓得如何，问一下。Sorry, is the food good? OK, thank you. 然后是吃 shawarma 的 ，OK， 哦，看起来不错不错，哦，不错 ，beautiful，OK， 250，有肉有蔬菜，还有，OK。大家早，今天要去蒙特内哥罗 ，Montenegro。Let's go！ 毕竟还有110几天，为了省钱，我得搭当地的公车去离市区比较远的巴士站。因为如果是计程车的话，要台币660块，不便宜。而搭公车呢，你们猜多少钱？3、2、1， 13块台币，超扯，比台湾还便宜。OK， 现在到巴士站了。You see where my bus is? You need to be here at 10 o'clock. OK， 他列印的这给我，那我的是走到底。哦，这里很多个，你确定是哪一个 ？Where is this one? Tenga drita. Podgorica. Yes. Oh, here. 哦 ，OK， 在这边等那个巴士，他说还没来。20 minutes later， 应该是这班 Jordan。然后因为刚好发现这边是 all different ticket station， 所以每个人的票都长不一样。我们刚刚3个人在那边对，然后发现，为什么我们都长不一样？原来是因为我们跟不同的买。这什么？西梅，西梅，哪里买的？在哪里买的？昨天晚上买的。阿尔巴尼亚西梅。可以啊。差不多。离开时，我不禁想起几十年前时，这里是谁都逃不出去的一个碉堡禁地。但几十年后呢，我们拿着这护照就可以轻松跨越边境，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时空错置感，真的很奇妙。这也是我觉得巴尔干它现代历史魅力的地方。那现在正式来到了蒙特内哥罗，这也是我的第几个边境啊？我没来算，20个边境吧 ，I don't know。然后眼前的就是海，沿着海岸，再差不多开车开个1小时左右，然后就可以抵达他们的首都了。Meanwhile， 到了是吧？是，我到了。哦，你到了，我们还没到。拜拜。OK， 现在到了首都了。然后我们来逛一下这个很安静的首都吧。我刚刚经过，几乎都没看到什么了。然后明天呢，也会从这边搭车去 Koto， 看车站还放什么美式贩卖机，还是夹娃娃机。找厕所，厕所要0.5欧。在钱里空，你看我还破破的钱包，看起来比较不会想偷，勉强掏出来1欧元而已，最后的1欧元。来吧，厕所。OK， 现在映入眼帘的是 Stand with Palestine， 怎么那么多 Stand with Palestine？Palestine 超有名的，然后这边也有不少的背包客，超级安静的，比马其顿还要再更安静。如果阿尔巴尼亚是个从自闭之中走出来、努力拼光光的奋斗青年，那隔壁的蒙特内哥罗就是一个早已看透世事、只想在黑山边躺着晒太阳的悠闲大叔。在几百年前，这块土地周围全部被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只有蒙特内哥罗这群人靠着险峻的黑山地形死守家园。甚至20世纪，蒙特内哥罗曾与塞尔维亚变成好兄弟。但是我听说，好像是那种为了生存而变成的妈鸡骂，看你问谁。但随着南斯拉夫解体，分家后的蒙特内哥罗就决定走自己的路，改用欧元努力加入欧盟，并利用那片漂亮的海岸线转型成观光大国。那我今天住的饭店是 apartment， 我已经尽可能找比较便宜的住宿了。这边看起来很像那种集合式住宅，是这样讲吗？
有那种苏联的感觉，但是建筑物算蛮新的。OK， 我们看 apartment 会长怎样。这个 football team 有点可爱 ，FK Futbolito， 真的是很安静的欧洲小镇。然后还有一些小小吃的，还有杂志放了多久啊？天啊，根本没人在买。还有一些吃的，大部分应该是靠这些小零食来撑。今天周六，然后感觉完全不像周六。Hello. Yeah, see here? Yes. Are you brother? Me and he. Your brother. Okay. But you have same hair. That's good. You live in this area? Yes. So you, Baston. who's Baston? Baston illegal. A Baston. A Gato. Okay. Ooh. So you're a gangster. Just kidding. You're famous. In Taiwan, yeah, I am. In here, no. Speak Albanian or Serbia? Serbia. Oh, OK. 好，他们都是好人啊，就是很 nice， 蛮好笑的。这边装 gangster， 他们就no no no， 可爱。OK， 房东来了。Hello.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Very good. How are you? It's okay. It's okay. Oh, thank you. Thank you. Oh, this is elevator. Okay. Wow. Oh, 2 doors. Oh. 3. 对。他们每一户都有名字，他名字叫 Kanovich。我看一下，房间其实也是很不错，就是一房一厅，就是睡觉的地方。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客厅啊，你看夕阳这样打下来，真的很棒。这是厕所，厕所灯，然后这是加热的，这没用，难怪他没介绍。好，也是该有的全部都有。那时间不多，那我们现在直接去逛市区吧。然后这边市区也真的非常小，所以差不多待一天的时间其实也够。好，那这就是这集双首都的一支影片。这边盛产巨狗，非常安静的城市，比保加利亚还要安静。不愧是只有50万人口的国家。OK， 我们到市中心看一下吧。我们已经在市中心，我们要再更市中心。OK， 现在走一走，哇，底下有那个河哎，这河超级清澈的。好，我们现在继续走。后面开始有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建筑物，车子也变多了，也可能下班时间。现在要先来领钱，然后这是我最后一张提款卡了，我国泰的自己把它弄掉了。Pay your pin， OK， 直接按对。转过去。接下来到欧元区了，所以多领一点钱。Do you want receipt? No. 嘿，各位 ，SYM。三洋汽车，台湾的品牌 SYM， 蛮开心的。三洋不错哦，知道打小国市场。今天周六啊，所以人比较少，这是难得比较多的餐厅。吃意大利面、披萨，还有小狗仔想吃东西哦。这个洗手台很漂亮，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水龙头这么的丑啊 ？I don't know why。蒙特内哥罗的广场，也就是市中心。人还长这样 ，OK， 那这是他们的独立广场啊，可以看一下上面还有俄罗斯的国旗跟南斯拉夫当时的国旗。天哪，这个国家也太小了吧！独立广场这么小，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真的不大。但资本主义没有放过啊 ，Hard Rock 也来了，三洋也来了，中国电动机车也来了。这就是他们的独立纪念碑，他们历史基本上跟马其顿非常的像，就是曾经也是想要抵抗奥斯曼帝国，然后后来合并成南斯拉夫，然后成为南斯拉夫共和国其中一个地方，然后后来独立之后解散，啪，大概就这样，也经历过很多波折啦。不过小国都是这样子的，非常 respect。那我们现在再去最后一个景点，然后去完之后我们可以吃个饭了，然后就结束这集双小国的 vlog。现在来到这个公园，非常的漂亮哎，上我前几名哦，这个公园有前几名。这边的公园真的很不错，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特别搭飞机来蒙特内哥罗的首都，然后逛公园。它这个做的很完善的，这是乒乓，材质很不错。里面的是 basketball court， 上锁了吗？上锁了。他们也是非常非常鼓励运动，但是为什么上锁？所以这样算鼓励吗？他们其实实力还不错。
我靠，像走一走就到了溪边，他们的生活品质也是很不错哎，看到溪流就开心。Let's go。巨冰。有时候逃离大家所认知的可能城市，就很惬意的就在这边散步游走，我真的觉得非常平静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偶尔给自己这种片刻宁静也很不错。我也很难想象他们住在这种平静的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个性，是不是不会像我们平常在都市一样，就是很汲汲营营，好像所有事情都必须在规则之下、时间之内完成，都没有，就是一个。You feel me？ 我讲不出形容词，但 you feel me？ 好，这就是这边的最后一个景点。好，不对称斜张桥，不对称啊，斜的张力，也有点像淡水新开的那座桥。这个小国呢，其实真的很美，背后都是山，可惜今天有云。不然你看到这边背后的那个山脉也是很漂亮的。Max 这集摩托内哥罗尔单独做一集，我猜应该差不多1分半就结束了。很有趣，当一个旅人的休息站吧。然后这是他们的商店街，整个街道都没什么人。OK， 我刚刚看了半天，这边10间餐厅，9间披萨店。Oh my god， 这边好像只有披萨可以吃。那我们看一下这唯一一个没有披萨的。See outside, OK? Yes. 物价时间，最贵的7欧极限。OK， 那我们点一道蒙特内哥罗的当地的料理 ，Grumanski Steak， 鸡肉加风干火腿加起司。我不知道是什么搭配，不过我们试试看。鸡肉加风干火腿加起司。This one, here, 1 and 0 Coke。看我来这边变得好平静，连讲话都是那种呵哈哈，还不错，很棒。这地方真的是环境影响人。是真的。OK，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料理，我们来试试看吧。完全没有看过这样的料理。这里面是什么吗？哇靠，这整个碎掉哎，鸡肉。哦，很好喝啊。外面这一层是鸡肉，然后里面包了他们的腌火腿，非常好吃。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来台湾会大卖，这个鸡肉很绝。我3点半才出发，然后我刚吃完饭了，现在才6点15。Oh my god！ 我觉得时间过超慢。其实可以去酒吧，但是对喝酒我就比较收手。那不然去看一下好了，这里比较好玩。来看一下这边的晚上如何，冷清到跟鬼一样哎。哦，这边好像比较嗨一点，女生人数也太多了吧？哦，又没了，人又没了，我的。好，现在回家了。众人皆醉我独醒。今天周五晚上，祝大家周五晚快乐。那这集呢，这2个城市呢，算是旅游的过境站了。那其实呢，我也有在这城市之中探索了一下，然后跟当地人稍微的交流。因为巴尔干的人并不是这么的 talkative， 不过我还是有感受到许多特别的地方，试着团结的民族，他们是如何努力的活着。无论他们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觉得他们整个巴尔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被低估、漂亮的一个度假天堂。我认为也是一个自助天堂。那蒙特内哥罗尔的首都呢？其实讲实话，我觉得蛮无聊的，就真的没什么事可以做。然后我那时候就在市区这边绕圈，就为了能够找一些妹子可以有办法搭讪。结果完全没有，其实有，但都是非常年轻的那种，看得出来他18岁，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那阿尔巴尼亚呢？我是觉得阿尔巴尼亚人比较热情，另一个角度就是阿尔巴尼亚人比较疯，就他们真的就是就那种介于沙烏地阿拉伯那种热情感，但是只有在更自由。然后甚至有一天我还因为我真的太无聊，想说在阿尔巴尼亚首都 Tirana 也不知道特别要干嘛，我就跑去打网咖，跟他们当地年轻人一起打 CSGO， 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特别体验啊。我觉得我的旅游已经越来越不太像那种观光采景点，更像是试着
去融入每一个在地的生活方式。Anyway， 那下集呢，我们将前往科托，它是一个我觉得再去第二次也会觉得非常值得一个美丽的地方。你可以在那边骑脚踏车，夏天的话，你真是可以跳到海里面跟海豚游泳，然后也可以去山上爬山，看一下那个碉堡，然后从碉堡往下看得到那个一整片的峡湾，甚至还有那个很漂亮的 roller coaster。你在夕阳时如果能够有机会搭到的话，哇 ，amazing！ 谢谢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见，拜拜！加入会员，拜托了。他妈在这边骑车也太爽了吧，兄弟 ！Do you got any fish? Wow, it's big. Oh my god， 那种幸福的那种满足感，你知道吗 ？Have you seen any dolphin today? Not today. Not today. Fingers crossed. Finger crossed. OK， 我们现在要继续探险。This feels like the sense of the Lord of the Ring. Chicago girl, no relationship right now. How's the temperature right now? I'm hot. We are family at the viewpoint. This is Kotor town. 整个就这么大。Oh my god, we are so high right now. Where are you from? Taiwan? Where are you from? Taiwan!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You visit Taiwan? 对。